錦源興是一個在台南有100年歷史的布料品牌。因為我們店裡外國朋友很多，他們如果來台南，我都問他說：“你來待幾天？”有的說2天，通常下一句就會說太少了。在台南旅遊一個很好的方式是，你可以漫无目的，你就隨便碰到一個咖啡店你就走進去。有時候如果剛好你跟那個店家的老闆聊得投緣，他會告訴你等一下可以去哪裡。用這個方法建議過很多朋友，然後大家都玩得非常開心。今天煙波邀請到了百年布莊錦源興的第4代負責人，他把各式各樣你我台灣人都非常熟悉的日常元素設計成時尚又可愛的印花。如果你想要來一場超級在地的藝術文化之旅，就跟着我們一起去台南，聽聽這位小男生的回鄉創業故事吧。讓美好回憶 check in 你的腦海，跟着煙波 check in 台南。影片開始前，先訂閱我們的 YouTube 頻道，即享煙波專屬優惠。Hello， 大家好，我是子興，我是台南百年布莊錦源興的第4代負責人。我自己其實本身是一個平面設計師，也有經營一個 podcast 叫小男生，就分享很多屬於台南還有台灣的在地故事。錦源興是一個在台南有100年歷史的布料品牌。我自己覺得第一次接觸錦源興的客人應該會看不太懂這個牌子在做什麼，因為我們不只有賣布料，我們也賣一些印花的生活用品，然後甚至在我們門市3樓還有辦展覽。最早的時候，我的阿祖是在1923年的時候，在台南的神農街開了一間叫錦源興染物工廠，就是我是在2020年才把它轉型，變成是現在的印花的品牌。因為我自己的背景是平面設計，所以我就是把我在台灣的生活記憶，可能吃的東西啦，或者什麼烏魚子關廟麵啊，或是我在城市裡面看到的風景啊，什麼鐵捲門啊，那把它變成一個又一個的印花的圖案。最早的時候，我們家其實是染布工廠，那個時候其實染的都是單色的布料，可能染成紅色、藍色啊。所以其實，在100年前，我們家啦是沒有所謂的印花的這件事情。那時候，當我在延續家族事業的時候，其實我們家的染布工廠已經沒有了。那我覺得還蠻好的，所以我們可以用所謂的數位印的方法，很精確的把我們的圖案印在布料上面。可是其實我遇到的問題是，那我到底要畫什麼？那時候是覺得，既然錦源興是一個在台南有100年歷史的布料品牌，大家也知道台南是一個很有記憶、歷史跟文化的地方，那我是不是乾脆直接從現地取材，就是從我從小長大的記憶裡面去選擇我想要畫的題目？有時候反倒我們成長在一個很國際化的世界浪潮底下，我們會有一點不是那麼熟悉我們身邊的事情。例如說，2020年的時候創作了一款印花叫做藍白拖，也就是把很多不同的藍白拖很像堆疊的符號一樣，然後變成是一塊布花。它是一個非常庶民的台灣文化。在我每次創作一款印花到現在，我會把它的歷史找出來，所以可能因為這個過程，我才知道哦，原來藍白拖其實是台南發明的。那原來藍白拖的藍白色其實是跟台灣在2戰之後的歷史變化是有關係的。例如說，講一個我自己還蠻喜歡討論的印花，大家會知道就是抓姦就是倆搞，就是抓猴子，就是大家可能會看到公車廣告啊、報紙廣告，我們會想要往下去理解。第一個，為什麼抓姦是抓猴子，不是抓狗、抓貓、抓老虎？最簡單的說法是因為傳統的台灣老夫老妻，太太叫先生老高，所以當先生偷情的時候就是要去抓猴子。還有很多說法，但是我覺得這個是最好理解的。為什麼在我長大的80年代，台灣徵信社這麼多？那個年代到底發生什麼事？對我來說，每一個圖案都是重新去理解跟爬梳台灣歷史發展的一個過程。是我自己的印花創作到現在已經有31個圖案，有的是食物，有的是城市的風景，有的是當時的一個表演藝術文化。2個好朋友在這間店裡面，因為這個印花開啟了某一個屬於台灣的話題，或是一個台灣的朋友帶一個外國朋友來逛這間店的時候，他因為這個圖案開始分享一個他們沒有聊過的台灣文化。在我們門市裡面有一區的小卡片的牆面，它是印有所有印花的圖案，它是免費索取的。不管有沒有在店裡消費，我們都很鼓勵大家可以索取這個卡片回去做紀念或是當書籤，因為它很有可能會引起你對這個圖案的好奇心。錦源興現在的門市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房子，因為它是一個3坪的透天，然後是一個4層樓的房子，就很像是一座塔這樣子。早期我們現在這個門市是60、70年前台南一個很重要的商圈，所以它是當時一個很經典的商業建築樣式。像我們3樓空間很特別，它是一個迷你型的藝廊，我們免費提供給不同的藝術家可以申請這個場地在這邊辦展覽。所以即便錦源興我們沒有馬不停蹄的推出新品或是推出新印花，可是大家每隔1、2個月來一次這個空間，其實都會看到一個全新的作品，可能是不同藝術
術家的展覽，這樣是我們門市雖然不大，可是如果認真看，其實很常有客人一逛就是半小時。希望大家可以在台南的巷弄裡面的一個老房子裡面去感受一個品牌的溫度，或是一個100年的事業，它怎麼在今天的現在被傳承下來。对，因為我是一個非常好奇的人，所以其實那時候家族事業轉型的時候，第一件事情我想要去碰觸的是我們現在店的附近的鄰居，是因為那時候我對整個街區非常的好奇，因為我們其實算是一個台南以前很熱鬧，但後來有點沒落的地方。可是這邊到底為什麼很熱鬧？為什麼沒落了？為什麼這邊有2間繡花鞋店，有旗袍定制店，這邊有油雞店？到底這邊發生什麼事情？我們就決定做小男生這個 podcast。其實這個 podcast 的一開始是在討論街區的文化。陽城油雞，小時候我們就還蠻常去吃，它其實沒有太大的改變，從那個時候直到現在，也沒有變成連鎖店，然後也沒有就是裝潢的突然變得很新，甚至你會看到它的服務生都是爺爺奶奶們這樣。大部分大家會覺得好像去吃合菜，可是我自己非常常吃他們家的就是陽城炒飯，因为他們是廣式料理店，所以它的炒飯是有炒蝦子跟叉燒的，而且蝦子不是蝦仁哦，是蝦子。對，然後我覺得價格也非常的合理。其實他們家最有名的，因為就叫陽城油雞嘛，除了油雞非常的嫩，然後味道很好以外，有一個很特別的是，如果你把它翻開來，它裡面其實會有那個泡菜。然後他們家的泡菜也不是像我們去吃臭豆腐那種像白菜的東西，他們家的泡菜其實是蘿蔔丁，因為他們家的泡菜真的太好吃了。到後面他們現在甚至你可以去跟他買泡菜。身為台南人，還是蠻喜歡喝飲料的。有時候我會想要去嘗試看看非連鎖飲料店，因為連鎖飲料店可能就是你預期之內的東西。在這邊開店不久之後，誤打誤撞，有一次去買了他們家，就從此之後就屌嘞。柳丁先生呢，顧名思義，他們有賣很多跟柳丁相關的。如果有一些朋友很喜歡喝他們家的什麼柳丁紅茶啦，或是什麼柳丁綠茶，現在你很難喝得到有加決明子的紅茶。所以我覺得那個古早味也是回憶裡面台南的味道。但是我自己個人，因為我是一個比較喜歡喝奶類或是紅熊熊的東西，我覺得他們家的花生乳非常好喝。它其實不是牛奶，他們是用那個花生炒過之後，然後用白糖熬煮之類的，然後把它做成很像米漿的東西。可是它不是米，它就是花生醬。所以像有時候我自己要買飲料的時候，我會想要去嘗試不同在地飲料店，因為我覺得它會告訴你在地的一些口味跟故事。杏源咖啡的這一對年輕夫妻，就我們朋友，他們想要找點的時候，意外的找到我們店附近的一個老的中藥行，然後那個中藥行要收掉了，他們覺得好像可以繼續延續這個在地的文化，他們就延續了杏源這個名字。那它的旁邊其實就是梁皇宮，在地人會去梁皇宮求神問卜完之後，抽藥籤去隔壁的中藥行抓藥。我覺得有點像現在就是咖啡是大家心靈的良藥吧，所以他們就把它轉化變成是咖啡店。他們可能在做他們自己的咖啡，或是在做他們自己的點心的時候，都會優先採用在地的食材，可能台南新化的青草茶去入咖啡啦，象徵的是一種台南的年輕世代怎麼樣讓這個城市在一個好的循環裡面，有點像錦源興，我們在訴說屬於這個城市的故事。其實現在錦源興的帶包類的產品，大部分應該有80%吧，都是在台南這邊制作。那為什麼台南有這麼多車縫師傅？是因為其實台南的紡織產業大概已經有100年的歷史了。其實早期在我小時候，我們有很多所謂的這嘎剛就是不管在工廠或是在家裡面做家庭代工，都在車縫的這些師傅。那可是因為他們在大概是1990左右，那時候台南的工廠外移之後，很多都失業了。其實也是在一個緣分底下，就有認識了這一群老師傅，然後請他們幫我們做產品。所以我們家最早的產品，其實是我們一個很經典的托特包。後來我們就開始慢慢的延展的更多，可能有什麼零錢包啊、手拿包啊、漁夫帽啊之類的，可能明信片、筆記本、書籤這種東西。我們跟台灣做襪子的工廠合作，去做了印花的襪子。然後我們跟也是在地的老師傅合作，車程那個可以背手機或是背識別證的袋子。在今年有個很特別的企劃，是我們跟台南在地的製鞋師合作，但我們反倒不是做鞋子，我們是請他們用做鞋子的工藝幫我們做可以防震然後吸水的布料型的背墊。所以到現在大家不只是可以可能在台灣的各大國際機場買得到，然後在台北的大稻埕，然後台南的本店，然後或是台中歌劇院以外，其實像我們跟煙波也有合作，所以在煙波也會買到我們家幾個非常非常經典的商品，像我們有做
一個折疊購物袋，就是折完之後只有10公分大小，但打開來其實一個非常大的袋子，也是在台南這邊車縫的。其實我覺得在台南旅遊一個很好的方式是，你可以漫無目的，就是你可能今天突然想喝個咖啡，是你就隨便碰到一個咖啡店你就走進去。有時候如果剛好你跟那個店家的老闆聊得投緣，他會告訴你你等一下可以去哪裡。用這個方法建議過很多朋友，然後大家都玩得非常開心，因為大家會覺得這個不是他預期的，好像來台南一定去安平古堡、義載金城，然後吃這間小吃，去看那個美術館。它其實是一個比較開放式的探索，因為我們店裡外國朋友很多，他们如果來台南，我就問他說，你來待幾天？有的說2天，通常下一句就會說太少了，就是他們沒有預期台南會有這麼多東西可以去體驗的。我自己其實蠻喜歡永樂市場的2樓的。10幾年來，其實政府規劃了非常多文創園區，很漂亮或是很完整。可是永樂市場2樓其實它目前並還沒有公部門介入，所以對我來說，它很像是台灣早期在做文創的那種活力感、實驗性，我覺得那是非常好玩的。像在永樂市場2樓，我非常喜歡一間體驗的店嘛，叫做其實。可能隨着社群媒體的發展，大家開始就是想要有自己特別有意義、漂漂亮亮的照片。其實這個團隊呢，他們就在永樂市場2樓一個非常可愛的空間裡面開了一個攝影棚，然後就是去那邊拍一張屬於個人的寫真照。台南就是一個很 old school 的地方，有沒有機會你今天好像回到30年前的台灣一樣，你真的去相館裡面拍一張照片？不止價格很可以負擔以外，他們現場也會有一些傳統的旗袍或是男生的馬褂之類的，就是蠻好玩的。包含了你去體驗那個爬那個樓梯之類的，就是旅遊上面的事情，並不是說我最後拿到那幾張照片，而是那個過程。Stable Night 那個地方比較不是一般遊客會去的，它有點像複合空間，它裡面有咖啡店，然後甚至有選品店，有時候會辦展覽，集合了一個大城，在一個被裝修後的老房子，但是它並不會讓你覺得特別是網美店。台南人某個程度有一種，你會覺得它有一點低調跟不鋪張，會覺得安內的喝我們就做好這件事情就好。Stable Night 把這件事情做得很好，就是你到那邊可以喝到一杯很好的咖啡，好玩的事情也會發生在那個場域裡面。台南之所以叫做府城，就是因為以前有一個城的輪廓。其實，在日治時期的時候，城牆大部分都拆掉了，城門剩下一點點。南門公園算是一個保持很完整，現在是公園形態的大南門的城門，這樣大家是可以走那個樓梯上去2樓的平台。因為這幾年其實，在台南還蠻多活動會辦在大南門的公園裡面，甚至辦在南門城上面哦，有點世外桃源吧。10年前那時候他們就把這個台南美術館1館恢復它原本的樣貌。台南市美術館的特色是在於它的典藏其實跟土地的關係很近，或者是它的展覽會很接近。最近有一檔展覽就是在講述台南在地民間信仰的展覽，現場展出的東西不見得是我們大家想象中的什麼國際大師，它可能是非常庶民的東西，但是它透過美術館的角度重新去讓你看待原來我生活當中的這個物件，它可以被認定為是有價值的事情。因為像我是一個喜歡老房子的人，所以我覺得光1館建築物本身就很精彩。然後因為附近還有孔廟，還有文學館，其實在那邊我覺得耗一整天是絕對沒有問題的。集結了很多台南可能從清朝時期到現代各種建築變化的樣貌。不管大家是在台南的北還是南，其實坐高鐵甚至坐台鐵，其實都還蠻容易抵達的。像1天的假期或者是2天的假期，都蠻推薦大家可以來台南玩。我自己覺得台南就是一個值得好好慢慢來體驗的地方。來這邊散散步，跟人聊聊天，曬曬太陽都好，歡迎大家可以來台南玩。那當然有空也可以來錦源興的門市走一走，去感受我們怎麼樣透過布料去傳遞屬於台灣的文化。我們真的很希望大家可以透過這個品牌，變成你重新認識台灣的一個媒介，好好的去認識自己跟孕育我們長大的土地。最後呢，也歡迎大家可以來訂閱煙波的 YouTube 頻道。煙波 Check in 台南，吃喝玩樂一把抓。訂閱我們，帶你認識更多台灣在地好滋味。我們下期影片見啦！
其實這不是我第一次來，我一直覺得這個早餐 CP 值非常高，有幾道菜讓我自己印象蠻深刻的。放沙拉的旁邊像是那種芝麻豆腐的東西，我覺得那個超級好吃。還有優格區那邊今天有一個白木耳的東西，煙波在一些小小的東西上是蠻精緻的，不只是 CP 值很高，其實大家有點可以來這邊好像探索的感覺，去找到一個自己喜歡的東西。像我自己喜歡的是這2道，它其實不是我原本預期會在飯店會出現的東西，我覺得它有點像你在台南旅遊，你可能走到一個巷子裡面，或是跟某一間店的老闆聊天，突然發現一個東西一樣。比較忙的時候就可以安排一個早午餐的时间點，然後來這邊好好的吃飯，好好的休息，推薦大家可以過來。